欢迎来到浙江大学 DeepSeek 系列专题线上公开课第2季第3期。我是来自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邝坤。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司法及相关思考。这是今天的提纲。首先介绍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脉络。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那我们就要了解清楚什么是人工智能，以及什么是生成式模型。什么是人工智能呢？基于 Wikipedia 给出的解释，人工智能指的是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简单来说，人工智能是以机器为载体所展示出来的人类智能，我们也称之为机器智能。那我们人类就是希望让这个机器来模拟我们人类在视觉、听觉、语言以及行为等方面的一些功能。那什么是生成式模型呢？生成式模型简单来讲，就是通过模型来学习数据是如何生成的。那从统计学角度来讲，我们是让这个模型去学习这种数据之间的一个联合概率分布。那生成式模型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去学习这个数据背后整个完整的故事，包括这个数据的分布规律，甚至能够最终通过模型能够自己去编故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成新的数据，生成新的样本。那生成式模型，我们打个比方，像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画家，我们不仅能够去判断，这张图片、这张画是猫还是狗，还能亲手去画一只猫、画一只狗出来。那生成式模型怎么做的呢？我们首先是基于这个模型去学着猫跟狗的特征，比如说猫的尖耳朵、狗的尾巴的形状，然后我们去建模它们整体的分布规律，可以去对猫跟狗分类，同样也可以去对猫跟狗的图片或者说这个数据去做一个生成。那与生成模型相对应的，我们称之为这个判别式模型。判别式模型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就是去学习如何去区分这个数据。比如说，我们要去区分这个图片、这个画是猫还是狗，那我们就直接找到去区分猫跟狗的直接线索，不关心这个猫跟狗的图像或者说猫跟狗的画，它这个数据本身是怎么生成的。那打个比方，判别式模型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一个侦探，他专注去研究猫跟狗有什么不同，能够迅速的抓住关键的证据，帮我们去区分猫跟狗。他并不需要知道猫跟狗各自长什么样子，他只要能够直接帮我们抓住这个证据，帮我们直接去学习这个猫跟狗之间的一个分界线。那这是生成式模型跟判别式模型的一个区别。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再举个例子，我们要去区分这个芒果和榴莲。那生成式模型怎么去做的呢？生成式模型要去研究这个芒果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形状、气味，以及这个榴莲它是不是有这个尖刺，榴莲的气味、榴莲的一个形状，甚至我们最终通过学习芒果跟榴莲它整个数据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这个数据的一个分布规律，我们能够去生成出来，或甚至能够去合成一个虚拟的芒果和这个榴莲。那判别式模型怎么去做的呢？判别式模型直接记住有尖刺的是榴莲，黄色椭圆形的是芒果，那我不需要具体知道芒果是什么样子，榴莲是什么样子。那直到我遇到这个水果之后，我就通过这个尖刺跟这个黄色的椭圆形去区分这个榴莲跟芒果就好了。OK， 那具体什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指的是具有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那我们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到来，在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加超算力的一个形式，引发了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的一个范式革命。那现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多这个大模型，或者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包括通义千问、文心一言、这个 Kimi、这个讯飞星火，包括这个豆包等等，包括今年这个火出圈的这个 DeepSeek。那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都是基于谷歌公司在2017年提出的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这个神经网络来去学习的。我们首先以 GPT 为例来看一下整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GPT 的第一个版本 GPT-1由 OpenAI 公司于2018年发布，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并采用了预训练微调的模式，在大规模无监督数据上预训练后，再在特定任务上进行微调。
那任务微调指的就是使用特定任务的数据继续训练，来优化其在目标任务上的性能。通俗来说，就是给一个什么都会一点但不精通的通才来做专项的一个特训。尽管 GPT-1仅有1.17亿个参数，但是 GPT-1的到来开启了预训练的范式。那 GPT-1也基本掌握了基础的语义规律，能够去做一些文本生成，但文本生成比较机械，就类比于我们刚学会造句的一个小学生。那在2019年 ，OpenAI 公司发布了 GPT-R 展现了零样本的一个学习能力。那 GPT-R 的模型规模从原来的1.17亿扩展到了这个15亿，训练数据呢也扩展到40GB 的一个网页文本。GPT-R 的出现证明了无需要任务微调即可完成翻译、摘要等一些这种 NLP 任务，也能够去生成这种文本比较连贯的、富有创意的一些这种文本，如撰写短篇小说。但 GPT-R 的到来也引发了一些社会争议，因为 GPT-R 去创作一些小说或去生成文本的时候，会导致这个生成的信息有这个虚假的一个现象。2020年 GPT-3 发布，模型规模大幅增长，达到了1750亿参数，训练数据也涵盖了45TB 的一个互联网内容。那也正是因为大数据跟大模型的一个支撑 ，GPT-3 的能力发现了质变。它引入了这个少样本学习，即我们对一个全新的任务，只需要给出少量的这个示范案例，比如1到5个示范案例，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就可以根据原有学到的一些数据跟知识，迅速掌握这个全新的任务的一个技能。那 DR 也在这个通用性上做出了突破 ，GPT-3 具有卓越的一个语言理解能力和一定的归纳、演绎、逻辑推理能力。但同样的 ，GPT-3 在做这个文本生成的时候，也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幻觉问题，会编造出我们所谓的无中生有，或者说看似合理但错误的内容。那最有代表性的是2022年推出的 ChatGPT， 它是我们整个这个对话式人工智能的一个里程碑。在 ChatGPT 里面，整个这个技术也发生了一些这个革新。在基于这个 GPT 3.5，ChatGPT 引入了如下3个阶段来进行训练。那具体的一些这个技术细节，我们后续会再讲到，包括这个去做这个通过这个数据海量的数据和知识来去做预训练，以及基于这个人工标注的一些这种微调数据进行这个提示学习和指令微调，最终在基于这个人类反馈下的一个强化学习来进行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对齐。那也正是因为 ChatGPT 的提出，给我们带来了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爆发。我们可以用大模型来成为我们的一个写作助手，或者说可以用大模型来辅助我们去做编程，以及赋能到这个千行百业。目前 GPT 已进入到第4代，我们叫 GPT-4， 其规模和性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开始发展多模态的能力，能够处理文本、图像等多种数据形式，进一步增强了人工智能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适应性。GPT 的持续进化标志着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一个广泛应用。GPT-4 它整个这个架构做了一个升级，在参数规模上，它从原来的这个1750亿参数变化到了这个1.8万亿参数，并采用了这种混合专家的一个架构来提升效率。同时，在这个多模态融合上，能够去支持这个图像输入以及这个文本的一个生成。那同样，这个 GPT-4 也带来了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能力上的一个跃迁。比如说，这个 GPT-4 在美国这个法考和这个 GRE、SAT 等排名上提升至人类考生前10%的一个水平。那以上是整个这个 GPT 的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脉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 GPT 是怎么去训练的呢？那我们说 GPT 的训练可以分为3个步骤，我们也称之为3板斧。第一个步骤就是叫自监督学习，通俗来讲就是做完形填空形式下的一个文字接龙。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语料信息，在互联网上有很多这个文本，在教科书上，在这个报纸上有很多这种文本的语料。那我们怎么让这个 GPT 能够学会我们人类所有的这种文本语料呢？那就是通过这种完形填空形式下的一个文字接龙。比如说，我们输入一句话给到这个大模型，说一辆列车缓慢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我怎么让这个大模型，怎么让这个 GPT 能够学会这句话呢？我们就是把这句话的每一个单词给它挖掉，然后让这个大模型用剩下的单词来去预测我们挖掉的这个单词。如果这个大模型能够预测出来，
那我就认为它学会了这个单词、这个句子里面缓慢跟崎岖、缓慢跟山路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就是通过这种类似于完形填空形式下的一个文字接龙，可以把我们人类所有的语料、所有的数据、所有的文本都丢给大模型，让它通过这种完形填空形式下的一个文字接龙，把我们人类所有的数据跟知识都学去。那学到了这些数据跟知识怎么发挥作用呢？那就要到第二步，我们叫这个人教机学，就是通过提示学习跟指令微调，让这个人工智能模型，让这个大模型来说人话、做人事。提示学习指的是什么呢？提示指的就是我们提供给这个大模型一些线索，让这个大模型能够理解我们人类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输入这个一句话给大模型说：“我错过了这班公交，我感觉怎么样？”那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提示，我告诉大模型，我的任务是需要去预测这个情感。那同样的，我也可以告诉大模型说，英语是我错过了这班公交，法语是什么？那就通过这么一个提示来告诉大模型，希望你帮我把这个英语翻译成法语。那就是提示学习。但提示学习还不够，我们有些时候还需要通过这种少量的一些标注数据来去教大模型对于这个场景、这个任务怎么去完成。那就是我们这个指令微调。指令微调指的是在已经训练好的这个语言模型基础上，我们通过使用少量的标注的特定任务的数据，进一步来微调这个模型，进而使得这个模型具有遵循指令的一个能力。比如说这个情感预测任务，那这个大模型可能之前没学习过怎么去预测这个情感，那我可以给它几个案例。比如说这个清晨的阳光令人心情愉悦，我告诉大模型这句话是正面的。那同样，我说输了这场比赛令我们感到非常沮丧，那这句话的情感是负面的。然后通过这几个例子，那大模型就会学会情感分类是这么去做的。那我再给这个大模型输入一个这个说这次合作有期望带来长期的益处，那大模型就能够帮我去预测，这个情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那这是大模型训练的第二步，我们叫提示学习跟指令微调。那大模型的第三步，我们叫这个人类反馈下的一个强化学习。就大模型在第一步学会了我们人类所有的数据跟知识，第二步呢，我们通过这个提示学习跟这个指令微调，让大模型能够理解我们人类的一个任务，它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人类或者辅助我们人类去完成一些任务。但最后完成的怎么样呢？我们这边就要通过强化学习去，通过我们人类的反馈，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迭代优化这个大模型。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人类反馈下的一个强化学习，去对齐这个大模型跟我们人类的一个价值观。那这是我们整个这个 GPT 的一个训练的这个3个核心步骤，我们也称之为这个3板斧。那我们这边以这个 ChatGPT 为例，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数据模型跟算力是我们人工智能的3大要素。我们以这个 ChatGPT 为例来看一下 ，ChatGPT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用了多少数据呢？它训练数据是用了45 TB， 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将近1万亿个单词。那这1万亿个单词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都见过这个牛津词典，对吧？很厚。那1万亿个单词相当于是1351万本牛津词典所包含的一个这个单词的一个数量。同时，这个 ChatGPT 在训练的时候也利用了数十亿行这个源代码进行一个训练。那在模型参数上面 ，ChatGPT 它模型参数是1750亿参数。如果我们将这些参数打印在一个 A4 纸上，那把这个 A4 纸一张一张叠加起来，整个这个高度将超过上海中心大厦的一个高度。那算力方面呢 ，ChatGPT 它整个这个训练的门槛是1万张英伟达的这个 V100芯片。本质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就是通过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的支持下，以共生则关联的原则实现了统计关联关系的一个挖掘。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大力出奇迹。那这也正好跟我们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扩展定律能够对应上。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整个这个 GPT 的一个发展脉络。GPT-1 它的一个模型参数是1.17亿，那到 GPT-4呢，它的模型参数达到了这个1.8万亿。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扩展定律，即随着我们这个模型的规模、训练数据和这个计算资源的一个增加，模型的性能会得到显著的提升，而且这些关系遵循一个可预测的一些模式。那 DeepSeek 的出现就打破了这种大语言模型以大算力为核心的一个预期天花板。那我们知道，这个 ChatGPT 是用了1万张这个英伟达的 V100芯片，而 DeepSeek 呢，只用了2000余张这个英伟达的 H800的一个 GPU 芯片就完成了这个训练，而它的效果能够媲美这个 OpenAI 的这个 O1 模型，那为这个受限资源下去探索这种通用人工智能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
那 DeepSeek 在算法和工程上也做出了很多创新，包括这个混合专家模型、这个低质注意力机制，包括用这个强化学习来去做这个增强推理等等。那我们这里以这个 DeepSeek 为例，来看一下整个这个 DeepSeek 的一个发展脉络。在2023年11月份 ，DeepSeek 就推出了这个 DeepSeek 这个 LLM 这么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参数呢，大概是这个670亿，同时它拥有这个70亿和这个670亿的一个基础版和这个 Chat 版本。那这个 DeepSeek LLM 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具有这个强大的一个语言理解和这个生成能力，采用了这个注意力机制和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无监督预训练技术，能够处理文本生成、问答系统、文本摘要等多种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这个语言的一个泛化能力比较突出。那这个 DeepSeek LLM 的意义是什么呢？标志着这个 DeepSeek 正式进军通用人工智能领域。那在2024年 ，DeepSeek 就推出了这个 DeepSeek VR 这么一个模型，总参数量达到了2360亿。那 DeepSeek VR 的一个特色在哪呢？它是开源了整个这个混合专家模型，通过这个我们说 MOE 混合专家的一个架构，能够根据这个任务的特点，动态去分配计算资源，在这个长文本处理、复杂语义理解方面比较出色，也能够可以实现这种比较精准的这个语言理解和这个生成。那 DeepSeek VR 的意义在哪呢？它展现了整个这个 DeepSeek 在大规模架构设计上的一个技术实力，为整个这个大模型呢引入了一个新的思路，推动了我们整个这个混合专家架构在这个大模型实际应用中的一个发展。那在这个2024年12月份 ，DeepSeek 就持续推出了这个 DeepSeek V3这么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的总参数量达到了这个6710亿参数，但并不是说我每一个 token 都要去激活这么多参数。那 DeepSeek V3是说我每一个 token 只需要激活370亿参数就好了。也正是因为这样 ，DeepSeek V3可以只用这个2000多张这个英伟达的芯片就可以完成这么一个训练。那 DeepSeek V3的特色是什么呢？采用了创新的这个混合专家架构和这个 FP8的一个混合精度的一个训练，那使得这个 DeepSeek V3在长文本生成、代码理解，包括一些这种数学推理等任务上表现比较卓越。DeepSeek V3的意义在于，它巩固了这个 DeepSeek 在大模型领域的一个领先地位，展现了其技术创新和这个性能优化方面的一个卓越能力。那在 DeepSeek V3的基础上，这个 DeepSeek 又持续更新了这个 DeepSeek R1这么一个模型，也在这个2025年1月份做了一个开源。那这个模型最大的一个参数量是跟这个 DeepSeek V3是一样的，是6710亿。但 DeepSeek 也提出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蒸馏，可以得到这个 DeepSeek R1的一个小规模版本，比如说可以是15亿参数到700亿参数之间的一个不同规模的一个版本。那 DeepSeek R1的特色就在于它是新一代的一个推理模型，性能能够比肩这个 OpenAI 的一个 O1 的一个正式版本。那难得可贵的是，这个 DeepSeek R1是做到了一个这个开源。那具体来说，这个 DeepSeek R1 的特色是在哪呢？它仅通过少量的这种冷启动或者说标注的数据情况下，通过使用大规模的这种强化学习技术，包括这个思维链的一个这个技术，极大提升了这个模型的一个推理能力。那在数学、代码以及各种复杂任务推理上都表现出色。那 DeepSeek R1 的核心意义在于打破了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研发高投入、长周期的一个固有认知。其开源和这个低成本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去普及这个人工智能技术，让更多的开发者能够参与到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创新中，并且影响了我们整个这个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一个格局。那这里我们通过这么一张图来全面去了解这个 DeepSeek 整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脉络。最早的时候是这个 DeepSeek Coder 作为这种首个开源的一个代码大模型，能够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后面有这个 DeepSeek LLM、DeepSeek MOE、DeepSeek Math 等等这个 DeepSeek 一系列的模型。那我们这里来简单看一下这个 DeepSeek R1的一个具体技术路径。这个 DeepSeek 公司是说，我有了这个 DeepSeek V3这个模型之后，我把这个 V3模型作为一个基础版模型，然后在这个模型上，我去采用这种纯强化学习的一个技术，得到了一个我们叫 DeepSeek R1 Zero 的这么一个模型。但这个模型呢，效果没那么好，所以在这个 DeepSeek R1 Zero 的基础上呢，这个 DeepSeek 又去筛选了很多这种思维链的一个这个样本数据，作为这种冷启动数据，同时用这个冷启动数据呢，来进行一个这个微调，并结合这个强化学习，最终得到了我们这个现在大家常用的这个推理版本，就 DeepSeek R1这么一个版本。
那 DeepSeek R1这个版本呢，它也是这个6711参数，没办法直接赋能到这个各行各业，因为我们在具体某一个领域，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模型参数量。那这个 DeepSeek 又提出来，我们可以基于这个 DeepSeek R1呢，我们去做这个模型的增流。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领域，比如说在这个法律领域，也许我们只要这个14B 的模型就够了。那我们就可以基于14B 的一个预训练模型，比如说可以是千问，可以是这个拉玛，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开源的一个这个通用大模型。我们可以基于这种通用的这个预训练模型，比如说这个千问，比如说这个拉玛，我们通过这个 DeepSeek R1去增流数据，用这些增流出来的数据去微调、去预训练我们这个千问模型，最终得到我们这个增流的这么一个模型。那接下来我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这个智慧司法这块的一个赋能。那我们其实在2018年跟2019年就开始跟这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去做一些合作，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法去赋能到这个智慧司法。那当时为什么去做这么一件事呢？我们就发现当时在这个法院里面，或者说我们做这个司法审判的时候，会存在以下的一些这个问题跟痛点。第一个就是案多人少。当时我们去统计发现，这个平均每个法官一年要处理300多件案子，也就是说每个法官一天就要处理1个案子。而这300多个案子里面呢，很多又是简单的案件，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法官的精力其实是在处理这种简单的重复劳动。那当然也存在一些这种整个这个案件审理周期长，这个裁判标准可能比较难统一。那我们就希望这个人工智能的方法能够做到一个赋能，去做到一个提速生效，同时去提升我们整个这个算法的一个公平性。在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前，我们跟这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研发了这么一套智慧司法智能审判系统框架，它其实是整个是全流程的，从这个审判这个立案、庭前、庭审各个环节到最终的这个裁判、调解、结案，我们去看这每一个环节里面哪一些任务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做一些赋能。比如说在这个庭审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设计一个算法，能够去识别这个庭审过程中原告、被告、法官的一些发言，并把它立马转成这个文本，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庭审速记这么一个这个算法。那同样，我们也可以去根据这个法官的提问、原告的回答跟被告的回答，去辅助法官，下一个问题是要去问什么？因为整个这个法官审判它其实是非常具有逻辑性的。那同样，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个审判的一些这个事实，去预测最终的一个结果，包括去生成最终的一个裁判文书。那在小模型时代，我们的一个模式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具体的场景跟任务，我们设计一个小的模型去辅助完成这么一个任务。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小模型的过程中，其实也会发现有很多挑战。比如说，我们这边举2个例子。我们第一个例子是这个本院认为的一个自动生成，我们希望帮这个法官基于这个原告的诉请跟整个这个事实的一个描述，帮法官去生成这个，最后去生成这个法官的一个本院认为，就是去生成法官对原告诉请最后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的一个文本描述。那整个这个本院认为呢，就包括这个判决以及它的一个理由。那当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输入是一个文本，包括这个原告的诉请跟这个事实的描述，那输出呢也是一个文本。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接触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来自于这个数据的一个混淆偏差。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要去法院告这个张三，你什么情况下会去告这个张三？你是觉得你手头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去法院这个把他告倒，你能够胜利的情况下，才会去法院告他。那也正是因为这么一个这个原因，导致我们这个法院拿到的数据，76%的这种民间借贷案件，最终都是这个原告诉请是被支持的，也就是说，最终原告是胜诉的。那这样就导致我们拿到的数据里面，76%都是原告胜诉的，就存在很大的一个这种我们叫数据偏差。那具体技术细节我就不展开讲，我们当时就是引入了这种因果反事实的一个模型，比较巧妙的去解决了这种由数据驱动所导致的这么一个混淆偏差问题。那第2个例子，我们去做这个法律的一个判决。那法律判决的任务其实也很简单，这个问题就是在给定这个原告诉请和这个事实的描述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去预测法官对原告诉请的支持还是不支持。那这里的挑战就在于，如果我们没有法律知识，我们很难去做这么一个判决。那我们现在的模型又都是这个数据驱动的。那比如说我们这里给了2个例子，
这两个案例呢，整个这个事实描述其实是一样的，包括这个原告诉请。那唯一的区别就是说，这个原告诉请里面，它这个月利率的这个利息是不一样的，一个是1.5，一个是3。但最终我们发现，它就是因为这些月利率是不一样的，导致最终的判决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本质上是因为我们这个最高法其实对这块做了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借贷双方约定的这个利率超过了这个年利率超过了36%的时候，这个超过的部分，我们就这个利息就可以认为它是约定无效的，你可以去不支持它。但是如果我们的模型没有这么一个法律知识，我们很难去判断说这个年利率超过了36%，我们就不支持。所以我们这边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怎么去结合这种数据驱动的方法跟知识指导的一个方法来去让模型学会这个法律判案的一个知识。那我们这边具体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将这个一阶逻辑谓词引进来，对法律知识进行一个编码，并将这个一阶逻辑谓词的表达转化成一个可微的端到端的一个神经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比较巧妙的实现了这种数据驱动跟知识引导的一个结合。那这里也是想强调，我们在法律领域用这个人工智能去赋能的时候，这个法官的判案逻辑，这个法律知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可以基于这些法律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整个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说我们这个法律判决的一个可解释性。那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去做很多，包括这个法官话术的一个生成、争议焦点的一个生成，以及这个裁判文书的一些生成。那这些算法都已经在这个浙江法院智能法官助理小智里面得到了一个这个应用。那小智也能够大大的去提升整个这个庭审的一个宣判率，包括缩短整个的一个庭审时间。那这是我们在小模型时代对这个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司法做的一些探索。那在这个22年底，这个 ChatGPT 来了之后，引发了整个这个范式革命。那当时我们也在思考，这个大模型有没有可能直接应用到这个法律领域去做一些这个赋能？那我们当时做了很多尝试，其实也发现很多问题，包括这个法律知识更新的一个问题。这个大模型它没办法去提供可靠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参考内容，比如说具体是哪个法条，具体是哪个类案，它可能会去生成一些法条，生成一些类案出来，导致这个法律知识其实是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这个知识更新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业务对齐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用这个大模型去问大模型一个案子怎么去判，那它可能会引用这个别的国家的一些法条，别的国家的一些这个类案来去做支撑。那最近这个 DeepSeek R1 出来之后，我们也对整个这个 DeepSeek， 包括 DeepSeek R1 以及这个 OpenAI O1 等9个通用的一个模型，我们去做了一个评估，去评测这些模型在17个法律推理任务上的一个性能。那这17个任务包含这个10项中文任务和这个7项英文任务。那这是具体的一个评测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这个英文法律推理任务上的一个结果。那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DeepSeek R1 呢，在这个英文法律推理能力上其实是不俗的，能够在多个任务上与这个 OpenAI O1 的模型相媲美。那在中文法律任务上呢，我们发现这个 DeepSeek R1 已经展现了强大的这个中文法律推理的一个能力，能在多个任务上其实是能够超过这个 OpenAI O1 模型的。但这里面也发现，就是说，虽然 DeepSeek R1 展现了很强大的一个这个法律推理能力，但是在具体的一些任务上，比如说这个法律多跳推理任务，它的准确率只有71.67%，在这个辩论挖掘基础上，在这个辩论挖掘任务上，准确率只有57.79%。在这方面呢，这个 DeepSeek R1 的这么一个大模型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为我们真正让这个大模型去辅助法官去做赋能的时候，这个不到80%的一个准确率肯定是不够的。那这里面我们也对这个 DeepSeek R1 在这种中英文法律任务上的一个这个错误进行了一个分析，然后总结下来其实有如下几个不足。第一个就是这个法律知识储备其实还是不足的，而且存在一些这个滞后性。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DeepSeek R1 呢，在一些法律问题推理能力上，它这个推理能力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这个通俗说的这个幻觉问题。那 DeepSeek R1 在这个法律任务上面，整个这个推理过程也会存在一些这种我们叫事实性的一些幻觉。那基于 DeepSeek R1 在这个法律任务上的这些不足，我们怎么去破局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构建高质量的法律数据和知识，来去训练我们这个司法这个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来去提升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司法领域的一个推理能力。也正是因为此，我们其实在这个 ChatGPT 出来之后，在23年8月份，我们就开源开放了一个叫司法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叫智海路问。
那知海路问整个这个架构如下，包含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叫预训练，我们首先在这个通用的一个基础大模型，比如说在这个通义千问14B 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去做这个预训练，就类似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完形填空形式下的一个文字接龙，我们去收集了这个中文司法数据，大概是40个句，把这个高质量的这个数据跟知识，包括这个法律法规，包括一些司法解释，给到这个大模型，让这个大模型通过这种完形填空式的一个文字接龙，去学会这个司法领域的一些这个数据跟知识。那通过这么一个预训练呢，我们去问这个大模型一些问题，我们就发现这个大模型给我们的一个回答，就基本上具备这种法言法语的这种感觉了。但是还不够，它只是学会了这个数据跟知识，那我们还需要通过这种指令微调的一个形式，让这个大模型能够帮我们去完成一些法律任务。但我们当时去构建这个知海路问的时候，其实也并不希望这个大模型，当然也不能奢望这个大模型一下子就能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法律任务都解决掉。所以我们当时跟这个法官去商量，是说哪一些任务急迫需要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说哪一些任务我们觉得人工智能能够赋能好。那我们当时就选了大概20种司法子任务。那围绕这20种司法子任务呢，我们构造了大概14万条的一个指令。当然，这14万条指令里面，大概是7万条是司法的任务，还有7万条是通用的这个指令来去做这个微调。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告诉这个大模型说，你看，本院查明是这个被告人酒后怎么样，然后这个请分析案情，然后我告诉他，法官是怎么分析这个案情的，对吧？当然也可以给他几个这个例子，是说，根据上述的分析，请预测这个罪名。那我们告诉他，法官是怎么预测这个罪名的？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微调的一些指令，来去对这个让这个大模型能够去做一些这种逻辑学习，我们叫这个指令微调。那到这一步呢，这个大模型其实就能够完成我们所谓的这个20多种司法子任务，具备了这个完成这个20多种司法子任务的一个能力。那我们当时这个做完指令微调的时候，我们就去尝试去用，那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就只做了预训练跟指令微调之后，我们去用的时候，发现这个大模型其实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它会去生成一些法条出来，它会去生成一些这个类案出来。我们别说这个生成法条，哪怕是说一个法条它的标点符号不一样，对吧？本来是句号，你把它变成逗号了，可能司法解释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我们要去构建一个知识库。这个知识库里面包含这个整个的这个法条库，也包含这个类案库。当然，我们当时也把一些法律教材也包含进去了。就是说，我们说大模型，如果你涉及到法条、涉及到类案的时候，是不允许你去生成的，你只能通过这个检索的方式，去我这个知识库里面去检索出来，然后再去支持你最终完成这么一个任务。这样我们就通过这个预训练、指令微调和这个知识增强的这么一个形式，就构造了我们这个知海路问这么一个司法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那我们当时这个在23年8月份就做了这么一个开源开放，在这个 GitHub 上和这个阿里巴巴摩搭上去做了这么一个开源开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访问我们这个模型，去试用我们这个模型。那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法律大模型，那为了去评测这个法律大模型，我们当时跟这个智慧司法总实系统、上海交通大学、达摩院和这个科大讯飞等联合就发布了当时行业首个法律大模型的一个评估指标和这个测评方法一个试行版，就希望去推动整个这个法律大模型的一个研发、评测和这个应用的一个规范化。那我们以这个法律大模型简单总结一下，我们怎么去从通用的大模型去构造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那我们知道当前的这个大模型其实参数量非常大，比如说 DeepSeek 是6750亿参数，那这个 ChatGPT 呢是1750亿参数。但是我们觉得在某一个具体的垂直领域，比如说在法律、在这个政法、在这个教育，那是不是我们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模型参数量呢？其实并不一定。那这里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在法律里面做了一个探索，是说当我们只用7B 的模型的时候，准确率可能只有40%；当我们用这个比如说这个14B 的模型的时候呢，准确率可能已经达到75%了。那在用这个72B 的模型的时候呢，它准确率可能就提升到78%，就只是提升了几个点。那整体上来看，肯定是说你模型参数越大，它这个效果越好。但它这个整个这个增长线，它其实是一个这种趋近于这个收敛的。那所以我们去法律大模型，在做法律大模型的时候，可能就选择14B 的模型就比较好了。所以我们做到具体某一个垂直领域的时候，其实只需要一个简化版的大模型。基于这个简化版的大模型，我们首先通过这个预训练的方式，把我们整个这个垂直领域的数据跟知识，通过预训练，通过完形填空形式下的一个文字接龙，让这个通用的这个大模型能够了解到或者说学习到我们整个这个垂直领域的一个这个数据跟知识。
那为了让这个大模型学会我们整个这个垂直领域的一些任务跟场景，那我们还需要围绕这个任务跟场景去构造这个问答对，通过这个微调的形式来告知这个大模型怎么去完成这么一个任务。那同样的，就是说，可能为了进一步去避免这个大模型的幻觉，我们可以去构造一个这个知识库，去做一个知识增强。那这里面其实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推理能力，去通过这个模型正流的一个形式，进一步通过这个强化学习的方法，去提升我们整个这个垂直领域的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推理能力。最终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具体某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比如法律的大模型，比如我们这个政法的一个大模型，比如说这个教育的一个大模型。那这是我们理解从通用大模型到垂直领域大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技术路径。那是不是有了这个大模型之后，我们这个小模型就可以不用了呢？那我们发现其实并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需要将这个大模型跟小模型协同起来，一起去做赋能。那我们这边以这个司法判决预测辅助任务为例，这个司法判决预测任务呢，是基于整个这个案件的事实描述，然后去做判决，比如说这个原告或者说当事人犯的是什么罪，判了多少年，依据的法条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只用大模型去做，我们把整个这个事实描述输入给大模型，最后发现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结果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在大模型出来之前，我们通过小模型其实也可以去完成这个司法判决任务。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事实描述输入给这个小模型，那这个小模型去预测这个罪名标签的时候呢，它这个准确率其实不是那么高，比如说它的准确率可能大概只有50%-60%左右。但是我们去看这个小模型预测的前5个标签，我们发现前5个标签里面包含真实标签的这个准确率就能够达到95%左右了。那我们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我先让小模型去预测它可能的罪名有5个，对吧？或者10个，我再把这5个、10个的罪名呢给到大模型，那这样这个大模型就不用从几千个罪名里面去选一个，它只要从这个小模型预测过的这个5个、10个候选标签里面去选一个就好了。那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小模型去做一些这种法条的检索，或去做一些这种类案的检索，去做一些小任务，然后通过这个检索到的法条、检索到的类案，同样去给到这个大模型，最终通过这种大小模型协同的一个方式来完成这么一个司法判决的一个任务。那确实，我们在这个任务里面也发现，通过大小模型协同的一个形式，确实会更好。自己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大家接触过的一些大模型，包括我们这个智海路问，我们说都是这个有问必答的一个形式。我们给它一个问题，这个大模型可能做了一些思考之后，就给我们一个回答。但这样的一个形式是不是最好的呢？或者说在法律，在这个政法领域是不是最好的呢？我们其实现在在探索的是另一条路径，就是说我们要根据这个，我们要去识别这个提问者的一个意图，这个用户的意图是什么？比如说这个用户只是去问这个民法典第38条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直接给他一个答案。那如果这个用户问的是一个具体的这个法律的一个案例，比如说，这个张三借了我2万块钱，我要去起诉他，那我就判断，这个案件到底属于什么案由？那这个案由里面应该包含哪些要素？那在这个用户的问题里面，这些要素是不是全的？如果不全，那我们就要去做一些反问，把这些要素全了之后，我们再去给这个用户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准确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在探索的是通过这种意图识别跟这个反问。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看下来整个这个反问其实很简单，但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把这个大小模型协同，包括把这个智能体的一些这个技术都用在里面。比如说你一个案件，我要判断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案由，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模型来判断。那判断了案由之后，我们又可以通过一个小模型来去检测到底哪一些这个案件要素是缺的，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缺的案件要素去生成问题，同时生成一些选项，然后这样去完成整个这个用户的一个意图识别跟反问，然后再基于这个用户的这个回答，然后去生成整个的，比如说去检索法条、去检索类案，来支撑我最后这个答案的一个生成。那这里我们对第2块的内容进行一个小结。首先是这个通用大模型具有很强的一个推理能力，但是它在具体的垂直领域，比如说在这个法律专业这个领域，它这个推理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那怎么去提升呢？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构建具体某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比如说在司法领域，我们可以去构建这个司法的一个高质量数据跟知识，然后以及这个司法任务场景的一些问答对，然后来去通过预训练，通过这个指令微调，通过这个知识增强，当然也包括这个 DeepSeek 的一些这种
这个真牛技术、这个强化学习，包括整个这个思维链的一个学习，来去构建我们司法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来提升我们这个大模型在司法领域或者说某一个具体垂直领域的一个推理能力，从而去实现我们所谓的这种由通用到垂直领域的一个专用的一个转变。那第3块，我主要介绍一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赋能。就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去赋能智慧司法呀，当然也可以去赋能各行各业，它这个推理能力很强。但是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一些不能？那人工智能算法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无处不在，例如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智能手表能够去检测我们身体的状况，包括这个地图导航、人脸识别、搜索系统，或者说这个商品的一个推荐系统，以及一些这种我们会用这个视频软件去浏览一些这个视频，浏览一些这个电影，那这个视频软件就可以根据我们浏览的记录去做一些这个电影和视频的一个推荐等等。那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人工智能背后可能哪一些事情它做不了，或者说做的不是那么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不能呢？我们这边给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这个对抗攻击。那我们左边这张图其实是一张熊猫的图片，那这个模型也有57%的概率会认为，这张图片是熊猫。但是如果我们对这张熊猫的图片加上了一定的这个随机噪声，就发现我们人看其实这张图片右边这张图片还是这个熊猫，但是这个时候人工智能方法对这个图片去识别的时候，就认为是长臂猿的。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说对抗攻击里面加上噪声之后，这个人工智能方法对这个图片的一个识别结果就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的这个例子呢，是特斯拉的这个第一次车毁人亡，在这个2016年5月7号那天，其实风和日丽，这个特斯拉汽车呢跟一辆厢式大货车相向而行，然后在一个梯形路口呢，这个厢式大货车要左转，然后这个特斯拉其实当时是这个摄像头是拍摄到了这个厢式大货车的一个侧面，但是它识别错了，将这个厢式大货车的一个侧面呢识别成了云朵，而当时这个司机又在看这个《哈利波特》这么一个电影，就没有注意，导致这个特斯拉汽车就撞上了这个厢式大货车，导致这个第一次车毁人亡。那右边这个例子呢，是这个谷歌公司的一个标注系统。谷歌公司在16年的时候呢，上线了一个标注系统，说我这个标注系统啊，功能很强大，这个用户可以随便的上传他的一个照片，然后我们这个标注系统可以对这个照片去做一个标注，比如说，你上传了一张自行车的照片，我能够识别出来是自行车。然后呢，当时就有一对这个黑人夫妇上传了他们的一个自拍照，然后这个标注系统呢，就将这个黑人夫妇识别成了大猩猩。导致这个谷歌公司呢，在美国就吃了一个很大的官司，但是谷歌公司也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它最终只能把这个大猩猩这个标签从它的这个标注系统里面删掉。那这里我们只是给了几个例子，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人工智能还存在哪些不能？那为了具体去了解这个人工智能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不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学习特点。我们说我们这个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的学习特点呢，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3点。第一点是数据驱动，你要给我大量的数据。那第2点呢，我们叫关联学习，我们基于你给定的数据，我们这个模型算法从这个数据里面去学习这个变量跟变量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通过这个学到的这个关联关系这么一个模式或这么一个结构去做预测，去做输出，然后最终输出也是以这种概率的形式去做输出。比如说我们去学一个神经网络，去识别这个图片中是否有狗，那你要给我很多数据。那学到了之后呢，我输入一张狗的图片，说你帮我去预测吧，然后你最后给出了这个输出是 p 等于93%，也就是以93%的概率认为这张图片里面有狗。OK， 在这么一个数据驱动关联学习的一个特点下，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会存在什么问题呢？那如果我给你的训练数据集是一个很有偏的数据集，比如说我要去识别这个图片中是否有狗，但我给你的数据集是很多狗在草地上的数据集，那我们通过这种关联学习的一个机制，我们就会发现，在给定的这个数据集里面，这个狗跟草地其实是非常相关的，对吧？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草地学成一个预测狗的一个重要特征去做预测。第一个是不可解释，对吧？为什么用草地去预测狗？那第2个是学到了这个模型之后呢，我们去做应用的时候，比如说我做应用的时候，这个狗是在草地上，那你能够识别出来。那如果是狗在水里呢，你可能就识别不出来了，对吧？这样就导致我们这个模型面向不同的一个这个测试数据，它这个结果差异会很大。那通过这个例子，我们来思考3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图像会被识别成狗？第2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模型会将草地学成一个去预测狗的一个重要特征？第3个是我们这个模型最终在做测试的时候，
为什么面向不同的一个测试数据，它结果差异会很大？那这个例子里面其实也揭示了我们这个模型存在的一些这种不可解释性，用草地去预测狗，以及这个我们叫不稳定或者说不可泛化的问题。对于不同的一个测试数据集，对于不同的一个测试场景，它结果差异其实非常大。那为什么会导致这些现象呢？我们从统计学角度其实可以去做一个分析。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我们说是数据驱动、关联学习的，对吧？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呢，这个关联其实有3种来源。第一种来源我们说是因果关系，或者说因果关联，就是2个事件或2个变量之间有关系，它们之间是这个因果关系。比如我们说的这个下雨导致地面湿，对吧？是因为下雨所以地面湿，那下雨跟地面湿之间就是一个因果关系。那这个因果关系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是可解释，就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杭州这个下雨，我说你看地面湿是因为今天杭州下雨了，你会觉得其实是合理的。那第二个我们叫稳定或者叫鲁棒，就是说这个因果知识呢，它不会随着数据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在杭州下雨会导致地面湿，在北京也是这样，在西安也是这样，在上海也是这样，对吧？这种因果知识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第3个就是我们说这种由因果导致的这个关联，或者叫因果关联，是可决策的。如果我们知道下雨导致地面湿这么一个因果关联，那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发生了干旱，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因果知识，通过这么一个因果关联去帮助我们去做决策，说，我们可以采取这个人工降雨的方法去这个缓解这么一个干旱，对吧？这是因果关联。第二个关联的来源呢，我们叫这个混淆偏差。比如说这个 t 跟 y 这2个事件呢，或这2个变量呢，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它们存在一个共同原因变量，就会导致它们存在一个很强的这个关联。比如我们说这个下雨是这个地面湿跟撑伞的共同原因，也就是说下雨会导致地面湿，下雨呢也会导致我们撑伞。那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么一个数据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地面湿跟撑伞十分相关，但是并不可解释。我们撑伞并不是因为地面湿，对吧？地面湿也并不是因为撑伞，也其实也不稳定。比如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撑伞，但地面其实是非常干燥的，也没法去做决策，对吧？假设说你是某一个市的市长，对吧？这个发现这个地方干旱了，你说这个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的市民都去撑伞，那这个干旱问题就会解决吗？解决不了，对吧？那第3个这个观点的来源呢，我们称之为这个选择偏差，就是说这个2个变量，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狗跟草地本来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我选择了很多狗在草地上的数据给你，你就会发现，在我给你的那个数据集里面，狗跟草地其实就非常相关的，对吧？那当然我明天可以给你很多狗在水里的数据，你就会发现狗跟草地不相关的，狗跟水又相关的，对吧？这里我们将后2者混淆偏差和这个选择偏差导致的关联呢，我们称之为这个虚假关联。为什么称之为虚假关联？因为它们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那我们现在大模型的学习特点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数据驱动跟这个关联学习。我们说这个大模型它核心的这个神经网络架构是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那 transformer 的核心又是这个我们叫这个自注意力机制，它本质上就是它通过这种自注意力机制或 transformer 架构来学习这种单词跟单词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比如说我们输入这个大模型这个项庄舞剑意在什么，它为什么会输出沛公？本质上就是我们给了它很多训练数据里面就经常出现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吧？然后通过这个 transformer， 通过这个大模型，通过这种关联学习的机制，学到了这种沛公跟舞剑、沛公跟项庄之间的这么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当我们去问它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沛公输出来。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这个数据是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林黛玉，去训练这么一个大模型，我再输入这个项庄舞剑意在什么的时候，大家觉得是输出沛公还是会输出这个林黛玉，对吧？肯定输出林黛玉，对吧？因为本质上它还是基于这个数据驱动以及这个关联学习才学的。那这里面也是引用这个吴飞老师在这个24年在文汇报上的一篇这个科普文章，讲到这个不管你是 ChatGPT 还是 Sora， 它都是对我们整个这个合成内容的一个最小单元在进行有意义的一个关联组合。那 ChatGPT 可能主要是对这种单词之间的一个这个关联关系去学习，那 Sora 呢是说我对这个单词跟这个视频指块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去做学习。所以本质上，不管你是以这个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还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一个学习特点还是逃不开这个数据驱动跟这个关联学习。那我们接下来具体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下，为什么关联学习会导致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些不能。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这个数据关联会导致不可解释性。那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数据，横轴呢是这个时间，
每一年的年份，纵轴呢是2个数据，黑色的点表示这个 Kentucky 这个州结婚率，红色的点呢表示每一年这个渔船淹死的人数，对吧？这2个变量毫不相干，但是当我们把它画在同一个坐标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们这2个变量非常这个相关，对吧？我们可以用这个渔船淹死的人数去预测结婚率，但是完全不可解释，对吧？这是我们所谓的说这个数据关联，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可解释的。那这里再给另一个例子，对吧？假设说我在卖这个太阳镜，你在卖这个冰激凌，对，我们把我们整个这个销售量统计到一起的时候，发现，哎，当我这个太阳镜卖的越好的时候，你那个冰激凌也卖的越好。那你冰激凌卖的好，是因为我这个太阳镜卖的好吗？并不是，对吧？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天热，都是夏天，所以这个太阳镜卖的好，冰激凌也卖得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关联，它很多时候是虚假关联，就导致我们这个关联就不可解释性。那第二个，我们说这个数据关联呢，也不可用于支撑决策，对吧？比如说这里也是给了一个这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横轴呢表示的是这个运动量，纵轴呢表示的是这个胆固醇含量，对吧？那比如说我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哎，这个邝老师，你这个胆固醇含量偏高，你应该去增加运动量，对吧？那我可能把这张图给到医生说，哎，医生好像不是这样的呀，你看我做了这个数据分析，发现随着运动量的增加，这个胆固醇含量也会增加，对吧？那医生可能反过来给我这么一张图，他说如果我把这些患者这个点按照这个年龄来去划分，对吧？你就会发现，不管是20岁还是30岁或者40岁，它确实是随着这个运动量的增加，它这个胆固醇含量确实是在下降，对吧？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给你这2张图，我们抛开这个常识，我假设我不知道这个运动量跟胆固醇含量之间的关系，然后我说我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胆固醇含量偏高，对吧？来，请你帮我决策，到底是去增加运动量还是减少运动量，其实就很难决策了，对吧？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我们可能通过观察会发现呢，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跟小孩子他穿的这个鞋的尺寸十分相关，对吧？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子穿的这个鞋呢越大，他这个阅读能力呢也越强，对吧？但是比如说我发现这个某个小孩这个阅读能力可能相对来说差一些，那我会告诉那个小孩说，你看我发现了这个你穿的鞋的大小跟你这个阅读能力是成正相关的，我说你明天出门的时候，把你父亲的鞋穿出来，你这个阅读能力称得上去了，会吗？并不会，对吧？我们人为的去改变这个鞋的尺寸，并不会去提高这个小孩子的一个阅读能力。那是什么原因呢？本质上是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跟他鞋的一个尺寸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小孩子的年龄在增长，对吧？随着小孩子年龄增长，他阅读能力在上升，鞋的尺寸也在变大，对吧？就导致这个我们观察到这个阅读能力跟鞋尺寸之间存在一个这种虚假关联。那通过这么一种虚假关联，没办法去帮助我们去做决策。那第3个就是这个数据关联很多时候是不稳定的，它会随着这个时间、数据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那这里我们还是以这个图像识别为例，我们要去识别这个图像中是否有狗。我给了你很多狗在草地上的数据，那由于我这个样本选择偏差，导致了这个数据集里面狗跟草地之间存在这么一个虚假关联，而这种虚假关联呢，又会随着这个数据的变化而变化，对吧？我今天给了你是很多狗在草地上的数据，明天给你很多狗在水里的数据，对吧？这种虚假关联就变化掉了。那同样的，我训练的时候是很多狗在水里，我训练的时候是很多狗在草地上，那测试的时候呢是很多狗在水里，那这样就导致我们训练学到的，我们训练的时候通过这种数据驱动关联学习学到的这种狗跟草地之间这种关联，在测试的时候其实是发挥不了作用的。所以说这个数据关联很多时候会不稳定，会随着这个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那这块我们也给一个小结，就是我们现阶段人工智能，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一个学习特点，我们称之为是数据驱动、关联学习，最终这个概率输出。那我们重点是在这个关联学习这一块。而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关联又有3种来源，包括这个因果关联、混淆偏差和选择偏差。后两者产生的关联呢，我们称之为虚假关联，因为它会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变化而变化，对吧？那我们现在人工智能方法或者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方法为什么会存在一些不能？我们认为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方法本质上还是在做这个关联学习，而我们在做这个关联学习的过程中，并没有去区分这个关联是因果关联还是这个虚假关联，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不可解释性、不可决策和这个不稳定的一些不能。那所以我们在训练人工智能方法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从这种复杂数据关联里面去甄别出来这个因果关联，用这个因果关联去指导我们的模型，从而实现这种由关联到因果的一个跨越，实现我们叫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一个人工智能。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能力很强，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现在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我们所谓的这个机器智能，跟我们这个人类智能其实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不同。我们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更多的还是这种大数据小任务的这么一个模式，比如说这个 AlphaGo， 你很强，但是也只会下围棋。那现在我们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能解决的任务会更多一点，但本质上跟我们这个人类智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类智能更多的时候是这个小数据大任务，而且我们学会这种，我们人类会这种自我学习，包括这种举一反三的一些能力。所以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去思考，我们这个人类智能跟这个机器智能之间其实还是存在的一些这个不同。那最后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它再怎么强大，也是我们人类制造出来的工具。我们人类不仅要善于制造工具，还要去拥抱这么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去善于利用这么一个工具。那毋庸置疑，未来将是人和人工智能共同进化的一个时代。好，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的这个分享。